Hello， 大家好，跟着大師學水彩。我一直想做一期韓國水彩肖像畫大師的影片，其中鄭勳成應該是大家熟知的具有國際知名度的畫家，同時 YouTube 上也活躍着另一位甚至都不知道名字的藝術家，我暫且稱他為大師 X， 但他似乎更受歡迎。他們的繪畫風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光影細膩、層次豐富、真實又富有情感，甚至這兩位畫家生活的城市、繪畫的素材都有相同。我以為他們是同一個人。那麼讓我們跟着大師的示範，來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看看他們究竟是誰，誰才是當今韓國水彩肖像畫的第一人。好，今天我們來畫一幅肖像，先從背景開始。畫背景為什麼要從頭髮的顏色開始呢？那是為了讓頭髮邊緣和背景之間有一個柔和而自然的過渡。頭髮的部分只需要留出高光，下面也是。你要準備充足的顏料，調製這兩種顏料直到足夠為止。像這樣，你可以連同頭髮和背景區域稍稍塗抹，把它與頭髮的顏色銜接起來，這樣可以得到柔和的邊界。你可以用這個顏色繼續將水加到現在的顏色上，稍微混合，即使連頭髮區域一起畫也沒關係。回到左邊，用這個顏色繼續，只要畫出頭髮非常亮的部分就可以了。你可以隨意留白一些區域，不做也沒關係。我留出了一部分，就像這樣。就算不是那麼完美，但你練習的時候盡量試着保留高光，這樣之後效果就會好很多。此刻背景顏色還不夠，你可以再多塗一些，因為第一次刷的還沒乾，你可以像這樣輕鬆塗抹。我要讓左側的頭髮邊緣更靠後，我要柔化它們的邊緣。方法是用水來清洗，吸乾筆上的水分，擦洗這些頭髮的邊緣，包括衣服的邊緣。對於左上的頭髮，既有明亮的部分，也有暗的部分。先用薄薄的淺色把筆毛岔開來做，像這樣，然後趁着它還是濕的，畫上比原來的顏色更深一點的顏色，留出一點高光。在之前的顏料沒乾的時候畫，你需要減少一點水分，如果水太多，它就會過分暈染開來，所以控水很重要。控制筆上的水分，就這樣一點一點的變化顏色，一點一點銜接下來，柔滑一下邊緣。可以看到裡面已經有深淺不同的區域了。除了這個高光，我會在這裡再做一些，於是用同樣的顏料量像這樣繼續畫，不用噴水，只需要塗上新的淡淡的顏色，像這樣和最初的顏色重疊，最初的顏色也會透出來。疊色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可以做出亮部中頭髮密集的效果。因為這部分面積不大，所以乾濕都很好控制，所以不用一下子就畫一大片，可以縮小範圍，只畫你能控制的部分。如果你不用分解就能把整體畫好，那當然也可以，只是那樣更難。畫家教給我們一個實用的方法，分解區域法。因為對於初學者而言，操作一幅完整的水彩肖像畫往往來不及畫，紙就已經乾了，常常顧此失彼，所以把整體拆分成幾個區域，縮小面積，更有利於控水。繼續往下，時而分叉畫筆，留出頭髮明亮的部分。除了亮部以外的部分，畫一些深色，加上水，輕輕塗抹。你也可以先塗水再上色，從這裡到這裡，像這樣塗抹，然後像這樣分叉畫筆來畫，
留出那些可愛的高光。除了亮部之外的其他部分，你可以加一些深色进去，創造一個模糊的顏色。在裡面上色的時候，稍微減少筆上的水分。如果這樣做，最後就會呈現這樣的暈染程度，呈現這部分頭髮比臉部靠後的感覺。按照這種思路，只要做到這樣就可以了。裡面有一些深淺的變化。這裡有一縷亮的頭髮，注意要留出來，不要畫過去，要讓它變得更強一點。我們畫畫一定有很多細節，但一幅畫不是細節越多就越好，有時候需要你弱化或者省略某些部分。有細節表現經驗的人，即使省略一點，也會影響到畫作的深度。你必須要有那種感覺，否則就有可能畫得太過。一開始最好不要太在意細節，而且當你想做某事的時候，結果可能不如預期，如果行不通，就換一個方向。然後還有什麼呢？當你畫畫時，與其專注於任何特定的技巧或細節，而不如首先弄清楚整體的和區域的明暗對比。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你都需要這麼做。但是能夠畫得細緻卻不畫，和不知道該怎麼做而不畫，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不論你是像這樣畫得更細緻一些，還是畫得粗略一些，都要反覆練習，這樣你才能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想要的去畫。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X 大師並沒有以鬆散透明的水彩色塊來擠壓出形體，也不是以層層推進的方式整體的作畫。除了在向大家展示所謂分解區域法的繪畫方法，我們也確實在他的以往示範中看到他本人用這種方法完成的大量作品。而鄭新成更像是用整體推進的方法作畫，在由淺到深層層推進的過程中，逐步加強和進行細節刻畫。在我看來，分解區域法固然更有利於控水，但要處理好區域與整體的關係，對於初學者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聽聽畫家是怎麼說的。很多時候，當你在區域內做類似素描的事情時，常常會犯這樣的錯誤，就是只看到正在畫的部分。但你不只要看畫的部分，也要看周圍的區域，與周圍相比，與整幅畫相比，明暗關係是否協調。如果整體關係是對的，那麼局部通常也正確。那些東西總是要時刻觀察。現在我來畫皮膚，通常先畫淺色，再畫深色。畫皮膚的時候，如果你只使用一種顏色，皮膚效果就會有一種像橡膠的感覺。我通常在做膚色基底的時候，會使用土黃和永固紅，我也使用 Opera。每個人的皮膚顏色都差不多，但不可能是同一種顏色。我甚至會用到藍色和綠色。還有，畫皮膚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先在整個區域塗上水，再上色，另一種是局部上色。我現在用的是第二種，它涉及到顏色的銜接和覆蓋的多種技巧，我在以前的影片中也講過。讓我們看看以往畫家教我們的方法，比如在局部需要的地方塗上水，來持續做不同顏色的連接，或者用清洗的方法做出暈染，或者在某個方向上暈染，並保持其他方向上清晰的邊界，或者用相同濃度的顏料銜接兩個顏色，獲得柔和一致的漸變等等。我從額頭的暗色開始，用分叉的筆毛拉出頭髮的影子，像這樣，我把暗部的膚色和影子一起做，繼續把頭髮的影子連同眉毛、眼睛一起做。陰影中的膚色仍然是膚色，只是飽和度有所下降。就像雙眼皮也是這樣，不要用黑色畫雙眼皮的線，而是加深皮膚的顏色，然後柔化其邊緣。
畫眉毛的時候，眉毛的基底顏色是膚色，也不是一根一根的畫。眉毛有整個輪廓，要將整條眉毛上色。我之前在眼睛已經塗了藍色，很淡。現在加上深色，讓虹膜的顏色變暗。你以後可以用刀刮出眼睛的亮光，我就把它先留白出來，效果會更好。繼續把下眼皮的暗部與頭髮的影子一起做，因為頭髮的影子被分割成小塊，所以我還是利用分叉的筆刷，像這樣刷，效果很好。不要用同一個顏色塗所有的影子，通過觀察和比較周邊的顏色，一點一點地調整顏色，獲得正確的明度對比和更加自然的效果。只要你用這個方法做，即使與你的參考照片不完全一樣也沒關係，做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同樣的，右側額頭的頭髮，我用分開的筆刷，就像飛機降落一樣，輕輕地刷過紙面，留下一些高光，就像這樣。用膚色這樣刷下來，我幾乎是頭髮與皮膚一起畫。之後，頭髮的顏色會遮蓋這裡，而膚色會透出來，留出鼻梁上的高光。吸乾畫筆，擦洗邊緣，所以我實際上是將膚色一路做下來，將顏料與足夠的水混合，用相同濃度顏料漸變的方式放進紅色、藍色，甚至綠色。你可以像一場戰鬥一樣手忙腳亂，但如果水分像這樣足夠多的話，因為它不容易乾，即使你做了很多事情，仍然可以從容應對。銜接也會足夠自然，只要相同濃度或者乾一點的顏料，無論加多少顏色，一點一點的像這樣加進去，就可以在陰影裡做出顏色和明度的變化。接下來到下巴區域，這裡也有高光，你可以像這樣留出那部分高光，然後在這裡塗過去。現在紙仍然是濕潤的，減少水的用量，用更濃的顏料，在陰影裡繼續做出明暗。我打算用更簡潔明了的方式來呈現，所以我先塗了水，用朦朧的顏色打底。你看這裡，我在右邊塗了水，髒水也沒關係。然後在這裡上色的時候，把頭髮和背景一起刷過去。我要讓它看起來更朦朧、更生動一些。有時用刷子輕輕地掃一下，做出捲髮朦朧的影子。但是較暗的部分裡有一些顏色較淺的地方，在它變乾之前，你也開始趁現在做一些擦洗，把高光提取出來。一根一根的細節，你也可以在乾了以後再擦出來，可以最後再做。在 X 大師以往的影片中，專門介紹過擦洗出亮髮的方法，一種是趁濕的時候擦，這樣擦出的亮光更淡更柔和；另一種則是乾了以後擦，擦出的亮光更清晰銳利。還有就是分開筆毛，擦洗出多縷頭髮的感覺。我再次回到上面，用分叉的筆刷留出亮部頭髮的高光，像飛機降落掠過紙面，將它與下面仍然濕潤的部分銜接起來。做深色的時候，降低筆刷上的水分，提高顏料的濃稠度，再做一遍加深，保持朦朧的感覺。那麼水分應該比之前少多少？用語言解釋起來可能有點含糊，不過你只要多加練習，一旦掌握了技巧，其實並不難。就像我說的，我會把這部分畫的感覺弱一些，所以與其過多描繪，不如把暗部簡化。那麼你可能會問，到底細節應該出現在哪裡？那麼讓我告訴你，
在光線到達的地方，光線變化的地方，必然是蘊含細節的地方。另外一點，在視覺焦點附近和遠離視覺焦點的地方，不是以同樣的確定性去描繪它，所以相對來說，在光線較強的一側，我會添加比另一側更多的細節；在視覺中心附近，我會比稍遠的地方添加更多的細節。另外，我告訴你們一個技巧，我通常會在頭髮的暗部用厚塗的方法來做，就是趁濕加入較濃稠的顏料，加深那些暗部，顏色過渡會更順滑，效果會更柔和。而在頭髮的亮部，我會用疊色的方法做出頭髮密集的效果。這裡幾乎是頭髮中最明亮、最美的區域，是特別突出的焦點，需要讓這種感覺變得更強，明暗差異更大。像這樣的末端，輕輕地畫得柔和一些，這樣之後做銜接就會更容易。還有眼睛，因為它在陰影裡，你可以像這樣畫得簡潔朦朧一些，最後它會被頭髮遮蓋。我還要把這裡的顏色加深，鼻子的側面就這樣輕輕地掃過這裡，鼻尖的紅色吸乾筆輕輕地洗開，變換顏色，再做一層罩染，洗揉邊緣。如果你仔細觀察鼻子，鼻子從上方延伸到這裡的顏色比顴骨的顏色更深，你得畫得更深一點，鼻尖才會凸出來。另外，鼻孔也不是黑色的，而是膚色。我會用 Pivotal 紅色系裡較深的顏色，然後再疊加一個更深的顏色。嘴唇這裡也是一樣，就是一點一點的像這樣上色。這裡是陰影，陰影會無條件的降低飽和度。在陰影裡的紅色也是一樣，而隨着向左，因為這裡有光，飽和度就會變高。下面嘴唇也是一樣，嘴唇上也有反光，因為有反射光，所以要擦出那種感覺，只要一點點明亮的部分。所以在這個色調裡，一點一點的加深，一點一點的進行，你就對了。下巴這裡有明顯的高光和影子，可以用向右側傾斜的方法得到柔和的漸變，而左側則是清晰的邊緣。嘴唇這裡一開始畫的顏色應該已經乾了，不需要塗水，只要用更深的顏色疊色上去就可以了。當你畫這些頭髮時，我先做一層暗淡的顏色，然後再塗一層更深的顏色。像這樣分開刷子，你會得到很多股，然後慢慢的直直的拉出來，或者向側面拉出來，這樣看起來很自然。如果你一直這樣練習，也會畫得流暢自然，沒什麼難的。再潤色一下，自然地賦予它們一些髮絲的感覺，這樣甜美的頭髮就做完了。大師 X 的作品完成度非常高，那些精彩的細節帶出了非常飽滿的人物情感。在他本人工作室的官網上，他把自己的作品歸納為布、術、美3個部分，對應的是以商業化生產化運作的噴繪作品，以極致精準的技術完成的超寫實作品
和追求美的最終呈現進行感性表達的水彩人物肖像，從中可以看到畫家對於藝術追求的脈絡。而以美術部作為自己在公共視域中的名字，可謂是十分低調。知名的鄭勳成和匿名的美術部，他們的作品風格具有相似度，比如寫實與水彩流動性兼具，非常豐富的層次與光影處理，極具衝擊力的情感表達，但他們也在技巧運用和表達方式上有着可見的差異。比如前者更傾向於整體的層層推進，而後者運用區域推進的機會更多，前者更多依靠色塊的暈染擠壓出形體結構，後者則更多使用罩染和疊色，一步步塑造出實體。前者色彩更為明麗，而後者更注重灰度層次的塑造。前者對於細節和質感的表達精準傳神，而後者對於細節更高的還原度，不但沒有降低水彩的透明和流動性，甚至達到了更高的情感張力。目前我只知道他們不是同一個人，那位匿名大師應該是一位姓崔的畫家。至於他們两人誰是当今韓國水彩肖像畫的第一人，我想你們心裡一定有自己的判斷，不妨在留言區告訴我哦。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關注，下次再見嘍。